过得好吗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没有找到。躲一个人很容易，找一个人却很难。你过得好吗？果然在躲我。我很好，深宅大院的日子虽然辛苦，但是你知道我的，我总能活着。我去找过何连信，要做他的幕僚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与其在外面混沌度日，不如在他身边有所作为。他答应我了，只要他能封爵，必定获取我的剑籍。你不介意你因他受的苦吗？这样对我的人何止他一个？那些以前对我毕恭毕敬的人，如今都远远地绕着我走。我翻了3天3夜的医书，翻山越岭，千辛万苦挖回来的药材，眼睁睁地看着被他们踩成药渣。所有人都可以唾骂我，就连乞丐都把我的施舍扔了出去。剑疾是什么？剑疾之人，就像身上长了疮，流了脓，就连我拿过的东西、喘过的气都是剑的，而且与剑疾之人通婚，其全族也将被贬为剑疾。吕家上上下下，皆因无法忍受剑疾之苦，惨死。剩我一人苟且于世。好血，风骨，我吕北夷沦落至此，还有什么资格说这几个字？是我没有资格。玉哥哥，是我害了你。不怪你，莲儿，原谅我，我不能连累你，更不能连累你的家人。我不能让你全家上上下下落得像我家人一样的下场。我罗青莲对岳立氏不帮吕北夷除掉剑疾，我誓不为人。虽然我们同处一言，却终究是物是人非了。从今往后，你
先生，我是连姑娘。婢妾问姚夫人安，恭喜姚夫人喜得灵儿。坐吧。怎么大家都到我这儿来了？不是说叶夫人病得很重吗？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，神志不清了。还有莫妹妹，都是10月怀胎。我母子平安，她却要忍受丧子之痛，真的可怜。这哪里有什么可怜呀？这个人有个人的命，他没有姚夫人的福气，自然享受不起这份荣耀。这说到底，还是咱们姚夫人心善，这心里呀，总是装着别人。大家能到我这儿来，我当然是欢迎的。可是我也不忍心看着别处凄凉，不是吗？大家来您这儿是因为心在您这儿，其实你也不用一直想着狄夫人，咱们该问的安，该看过的人可一个都没少过。是吗？那连微居去过了吗？连微居，那个婢妾，那洛青莲虽然是个婢妾，可是她在王爷那儿得脸了，公子也喜欢，所以我们大家得跟着一起喜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姚夫人这么一说，妾身倒还真觉得是自己的疏忽了。姐妹们，咱们这就去莲姑娘那儿坐一坐。行啊，顺便说一下姚夫人的大度。姚夫人，那我们先告退了。妹妹把人往连微居赶。是啊，这洛青莲啊，现在是我自己人，以后还有用得着她的地方，对她好一点儿，也没什么坏处。她是你的人。我生产那天，听说夫人跪下来求她来我朗月阁，她都没答应。既然是做戏，自然要做得逼真点。姐姐的意思是说我愚蠢？你自然不蠢，可再聪明的人也难免有大意失察的时候。你知不知道，洛青莲现在还带着辉儿的。什么时候要帮人，什么时候要用人，从几时起，要让姐姐替我做主了。海瑶，因为一个婢妾，你就要跟我这么生分吗？这也是我想问姐姐的。洛青莲，我再怎么抬举她，也是在利用她。姐姐为什么如此的挂怀？原来你心里是这样看我的。行，既然妹妹另有高人相助，以后这朗月阁，我再不登门便是。老三，你这个差事办得好啊！想要什么犒赏？回父亲，臣做的只是分内之事，不敢要什么赏。倒是穆大人，要不是他铁面无私、雷厉风行，这库银未必能够收得这么快，说不定还耽误了治水的时间呢。确实啊，确实，这是份苦差事儿。这穆天书能够主动请缨，实属难得。他竟然还做得如此利落，让本王惊喜啊！穆家真是人才济济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穆天书，臣在。本王已经帮你请了旨，平南总兵刚刚卸了任，你可愿意去？
臣穆天书叩谢王爷。穆家历代蒙受王爷恩典，必当肝脑涂地，竭力为报。能够好好为朝廷尽忠，就不辜负本王对你的举荐了啊！起来吧。谢王爷。来，你们3位女眷过来。老三能够在外面安心办事儿，无牵无挂，多亏了3位贤内助啊！你们也算是功不可没。今日不论位分，皆可赴宴，而且各自有赏。来人，这团扇是丞相所赐，很是别致，你们各自挑选一把吧。果然是绝好的刻工，尤其是金赞刻，可以精致到如此的程度。莲妹妹，你选哪一把？婢妾不敢逾越，还是2位夫人先选吧。妹妹，让你选就选吧。穆大人立了大功，你也出了不少力，来吧。久坐不知香在室，推窗自有蝶飞来。妹妹，你果然好风雅。姚夫人过誉了。姐姐慢着，姐姐不如把这粉色的牡丹让给妹妹吧。你说什么？妹妹一直都喜欢粉色，这生了孩子之后尤其喜欢，这一见到粉色，眼睛都离不开了。妹妹是喜欢粉色，还是喜欢牡丹呢？姐姐这话说的，姐姐已经是这公子邸的花中之王，又何必在意这些？公子，小妹在这胡闹，请公子出面制止。父亲也没有不高兴，就不算胡闹了啊。我也很想成人之美，可是嫡庶有别，我怕妹妹会引人非议啊。既然姐姐不愿割爱，那不如让王爷来定夺吧。您说什么？要和夫人争赏？以我今天的地位，我怎么可以低他一等呢？可是当着王爷的面，你难道不怕他生气吗？我就是要试探王爷的心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赏啊，这是夫人之位。如果连王爷都许了，那还怕公子不同意？那报。这克思善呢？王爷，怎么了？左公子求见。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宣左公子。儿臣问父亲安。起来吧。本王正在给3公子庆功，你就坐下来一块喝酒吧。3哥的庆功酒，老五不敢喝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禀父亲，3哥收缴库银，使乖弄巧，不择手段，官员们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，
特拟纸公文，委派儿子面呈父亲。四哥，老三毕竟立了功，难道父亲真的会罚他？审理署、仪卫署、群牧署、祭善署、典保署，还有大小县城，连长史处也都一块上了折子啊！老三，儿臣在。整个曲梁你得罪了大半呐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儿臣在接到这份差开始，就已经看到这一天了。三哥的意思是怪在差事上了，这收欠银有收欠银的办法，何必非得闹得天怒人怨呢？那你有办法？那你有办法，当初为什么你不及早请面？这天下就没有受待见的债主，本王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啊？老五啊，你要是想喝酒的话，就坐下；你要是想早一点给他们消息的话，你就回去吧。啊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四哥！父亲到底会不会罚老三？不会。不会？那你还让五哥跑这一趟？还费这么大力气让官员们上公文参他？官员们的反应，父亲不会不知道。这纸公文只是个楔子罢了，开场就是好戏，岂不可惜啊？父亲，有些事情您心里明白，可有些事情您也许不明白。哎呦，还有什么是本王不知道的？那就要问三哥了。三哥，你收缴库银，逼死了清官李大人，几十名百姓义愤填膺前来请愿，竟然把他们全都杀了。三哥，可敢抵赖？可有此事？有。世子到。儿臣请父亲安。这个时候赶到，是不是也要替老三求情啊？回父亲，儿臣不是来替老三求情的，是再添把火，再揭他一宗罪。起来吧。谢父亲。你有什么火，就烧出来了。父亲知道，上次祭拜母妃的时候，儿臣与老三因为山石滚落的事情闹过误会，后来又因为封爵的事，儿臣遭到了父亲的责骂，心中一直十分的不痛快。所以赫连逊这次受奉追缴欠银，儿子便知道一定会出乱子，就派人整日跟着他，想抓到他的把柄，好好报复他一下。你倒来个坦诚啊！啊！父亲，儿本来想看一场热闹，没成想热闹没看到，让儿子发现他的一件事情。二哥，说下去。父亲，儿子发现这赫连信追缴欠银，遇到贪官，他用的手段缺德之极，能气得死人都掀了棺材板。但遇到那些穷官清官，他从不追缴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自掏腰包把这个欠款补齐了，其中也就包括了老五方才说的那个李大人。
奇怪，名为告状，实则解围。怪了，世子不是恨透了公子吗？怎么会出手相助？儿子今天要揭发的就是赫连信厚此薄彼，瞒天过海之罪。老三，可有此事？这李大人是不是自尽而死？不是。那是怎么死的？说。父亲，李大人过世的前一天，儿子和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得知李大人早就生了重病，只怕让家人担心，才刻意瞒下。所以当天他病发身亡，才会看似是突然暴毙了。老五误会，也是情理之中。那百姓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些不是百姓，而是劫匪。要不是穆大人为儿臣拼死护住，那些库银恐怕已经被洗劫一空。你是说世子啊？怎么可能呢？这就是王爵之争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敌人。一旦他们两个联了手，今后在朝中，我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难道你早有安排？老五知道三哥口才了得，只可惜啊。请父亲允许，让儿子带个人上来。草民叩见王爷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讨个公道。你是什么人？回王爷，草民王五是个平头百姓，常年受李大人恩惠。那天得知李大人被信公子逼死，草民就和大家伙一起去找信公子请愿。你说你见过信公子，能不能指认出来？三哥，不知道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？王五啊，那一天的事儿还记不记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草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那天我们一起拦住了信公子，想为李大人讨回一个公道。谁知道大家伙刚说出来意，信公子就翻脸说李大人是不是自尽关我们什么事？我们再想理论，他就派人。草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同伴丧生在官兵刀下，可怜他们都是无辜百姓，却白白丧了性命啊！老三，怎么说？儿臣今天兴高采烈的来喝父亲的好酒，没想到还听了个故事，算是赚了吧。老五真是佩服三哥这张颠倒黑白的嘴，只是证据确凿，已经容不得三哥抵赖。老五倒想看看，等下父亲责罚三哥的时候，三哥是否还笑得出来。
老五，依你看，本王该怎么处置老三？怎么处置，是父亲的事，老五不敢妄言。你还知道分寸啊？哎，没关系，你说，哎，本王不会怪你。儿子以为应该请召削职革爵，再送到审理署。王爷，下官有话要说。说。微臣有一物，请王爷过目。报，公子，探子密信。怎么了，四哥？那日库银被劫之后，信公子担心其中有纰漏，便叫下官去调查劫匪的底细。谁知巧得很，这王五就在其中。经过微臣调查，这王五绝非良民，他乃是潜逃了10几年的杀人犯。什么杀人犯？不只是王五，其他人多数都为作奸犯科之辈。试问此等人，怎会受李大人的恩惠，又怎会为了李大人而出头申冤？分明是劫银不成，侥幸逃走之后又财迷了心窍，这才找到左公子行骗。既然是杀人犯，还跪在这干什么？王爷，草民压下去！草民不是杀人犯啊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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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！父亲，儿子确实不知，请父亲治罪。治不治罪？你问问你三哥。五弟刚才怎么说来着？削爵革职，送到审理署。父亲，老五为民心切，才会被歹人所骗，请父亲饶了他这一次。三哥，老五啊，父亲，还不快起来谢过你三哥啊！老五，谢过三哥。父亲，今天老五闹了个笑话，这就回家闭门思过。儿臣告退。嗯。父亲，儿臣也告退。嗯。好，回座。武天书，臣在。这件事你办得得力，这本王想赏你个什么呢？下官只是做了些分内之事，绝不敢再要王爷封赏。好，好，坐吧。是。牧师，
奴婢在。刚才不是说喜欢那把牡丹团扇吗？众所周知，牡丹是花中之王，无论如何，理应给夫人。可是奴婢实在是喜欢，所以一时失礼，还请父王恕罪。就是一把团扇罢了啊！既然喜欢，本王就让人专门再做另外一把一模一样的给你，如何？奴婢叩谢父王，奴婢一时的小小贪心，父王竟然如此费心成全。从今往后，奴婢一定全心全力的服侍公子，以报父王的恩宠。好，好。那你现在就把这一把拿给夫人吧。是。姐姐，刚刚妹妹任性了，姐姐不要见怪啊。大家都是姐妹，妹妹这么说就生分了。你做什么？王爷已经给你无限的殊荣，难道平分秋色你都容不下吗？王爷，奴婢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知道啊。没有做，那个扇子怎么会断呢？王爷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才本王已经错信你一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在老三身边，怎么有你这种妒妇啊？老三，儿臣在，你来处置。是。王爷，请念在小妹年少无知，又刚为贺家诞下血脉，穆天书，本王才刚刚赏赐你，你就要恃宠而骄吗？微臣不敢。老三。侧夫人穆海瑶蛮横善妒，失仪失德，废除为庶人，安置于南郊别院。今天是满月，和辉儿死的那天一样。你好久没有再提辉儿了，我以为你已经忘了。那父亲的心意，你是何时看出来的？婢妾并没有看出来，而是猜到的。婢妾曾经说过，王爷想要公子做第三只虎，
但是收缴欠银的功劳是远不足以让公子站稳脚跟的。要是想要起事，身边必须得有党羽，这一点王爷怎么会没想到呢？所以扶植党羽一直来说是王爷默许的。可这党羽究竟要强到什么程度，就一定要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了，既不能弱到无法与这两只虎相互抗衡，又不能跟公子勾结得太紧，强到无法控制。所以王爷在扶持公子党羽的同时，一定会找到一个压制的点。如果公子的党羽是穆大人，那么这个点自然就是姚夫人。只要她不再是公子的妻妾，那么穆大人就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袁百里。所以你才假意投靠穆海瑶，帮助他抬举穆天舒。这么做不单是可以扶植党羽，还要借我父亲的手除掉他。接着说，接着说。王爷送我们三人团扇之时，婢妾就知道，姚夫人的扇子恐怕已经被人动过手脚。可是我父亲怎么能猜到？他怎么可能确定海妖就一定会抢那个牡丹花呢？他并没有猜，没有依据的才叫猜，而了解一个人，等着他一步一步走上自己的道路上来，那叫知道。姚夫人兄长得势，自己又诞下灵儿，在这春风得意之际，他怎么会不乘胜追击呢？所以王爷从来就没有猜，他只是知道。公子以为自己是下棋之人，却不知掌控全局的一直都是王爷。可是你却早就懂了。什么时候？婢妾兴许是讲的太多了，婢妾就先回去了。什么时候？婢妾和公子从王府回来那天，婢妾听见王爷提起袁百里时，言语间似乎有些厌恶。当时婢妾并不知道，后来想起景芳嬷嬷曾经说过，先王妃嫁给王爷之后，就开始远离家人。先王妃和家人并不亲近，嫁了王爷后更是有意疏远。这是为什么？王爷这个人办事公正，鲜少逊于私情，在他面前有一些关系亲不如疏。从那个时候，婢妾才明白，王爷一直厌恶的便是这裙带关系。我请景芳嬷嬷教你去了解我父亲的心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却被你用来击败我的女人。婢妾自作主张，请公子责罚。责罚你什么？责罚你些什么？帮我扶植党羽，帮我报我儿子的仇。丫头，你所做的，都是我一直想做却没能也不能做到的事。丫头，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，你根本不需要对我坦诚。即便是我逼你，你也可以对我有所隐瞒。丫头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我明白。既然公子不责罚婢妾，婢妾就先……你懂了我父亲的心，那我的呢？公子在王府喝了太多酒，怕是醉了。是，我是醉了。自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立誓
要当个安王。这20几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了铺这条路的砖石。或许真的是今天的酒太烈了，让我醉得神志不清。不应该说，我醉了几十年了，没有一刻比现在还清醒的。我竟然会觉得，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，即便是不喜剧，我也不会觉得遗憾。我罗青莲对月立誓，不帮吕北一除掉奸计，我誓不为人。公子错了，公子要的绝不是婢妾。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那你呢？你要的是什么？公子真想知道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我赫连信给不了的？尤其是你丫头，你要什么我都一定给你。侧夫人、夫人，只要你要，我一定给你。婢妾要公子请吕北义为幕僚。吕北义文武双全，一定可以成为公子的左膀右臂。还有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是你欠他的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，这就是你的心意。事到如今，你心里面还是只有一个吕北义。这原本就是婢妾的目的。你我不过一场交易，只是公子忘了。婢妾告退。交易。好多天没来了，还是一点都没有变。谁说没变啊？上次姐姐来的时候可是沉着个脸，可如今却是笑着。你这妮子，瞒得我们好苦。要不是夫人今晚看出来，还不知要怨你到什么时候。我也是冒险一试，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跟着担心呢？况且穆海瑶这个人生性多疑，我要是连你们都瞒不住，怎么可能骗得了他？我要替慧儿谢谢你。当初要不是婢妾告诉慧儿荣求的事情，慧儿或许就不会丧命朗月阁。我欠下的债，不必是要还的。对了，慧儿的手镯还给夫人。谢谢，谢谢。
你真的变了许多。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全然不信命的。现在也不信命啊，我姓寨。咱们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你好像忘记了一个人。谁？公子啊。岁月可以静好，能不能安稳，就要问自己的心了。在下特来投奔信公子。公子前来有何事？验货。妹儿，我不会输给老三的。妹儿，别离开我，妹儿，妹儿不要离开我，妹儿，妹儿。公子，公子，三哥来了。三哥，早。早啊，四弟。嫉妒啊！自从三哥追讨库银开始呢，好久都没能像四弟这么好福气，可以醉到天亮。昨日父亲不是刚给三哥庆功完吗？怎么，三哥还替父亲省着酒啊？哎，父亲的酒哪儿好喝呀？哎，收缴回来的库银只够治水，但和总数相比还差一大截呢。可惜四弟天生愚笨，不适合催债，不然啊，真是想替三哥分分忧啊。四弟真想帮忙？当然。还是四弟最讲义气。哎，来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账本。哎，账本。欠银？是啊，未还的欠银。四弟不是想帮忙吗？都还了吧。哎，三哥还说没醉，我看啊，醉他一塌糊涂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三哥这脑袋，掏错了东西都不知道。哎呀，糊涂啊！哎呀，这个才对，这个四弟可认得？你也知道，李大人呢，死得不明不白。三哥也是费了很大的劲，找到杀他的人。可你猜怎么着？他竟然说，是四弟你派他去的。我派他去的。哦，一派胡言。一派胡言。昨天老五呢，在父亲面前咄咄相逼，我都没把人给交出来。老五还不懂事。三哥说，那个人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即使活着，为何不交出来？四弟想我把他交出来？哎呀，不瞒四弟啊，这库银的事儿已经快把三哥给逼疯了。眼下没有什么比快点办完这差事来的更重要的，何况呢，还能够卖四弟个人情。那既然四弟不在乎，
那就在府里相见吧。三哥，且慢。三哥一番好意，四弟哪能不识抬举？可是三哥也知道，四弟天性愚笨，这两袖清风，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。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哎呦，那可麻烦了。哎呀，哎，四弟，好字，好字，好字啊！跪白首一郎，有辜名胜，愿清钱万选，尽得贤良。好个尽得贤良啊！跟四弟这贤公子啊，所谓相得益彰。三哥过奖。字是好字，词是好词，但可惜不是大家真迹。堂堂这个修将军底挂上这个，寒酸呐，寒酸。四弟，你不是还有一幅那个《洛神赋》吗？哦，还有《踏歌图》《云起楼图》。都拿出来。四弟，你可知道曲良这几天有件怪事？为了还库银呐，达官显贵都把一些文玩古董以最低的价格卖到百真巷。可谁知道呢？东西进去一转眼就被人打包收了。三哥我呢一时好奇，便找人查了一查，但没想到那些古董都运到了一处宅子。哪个宅子？谁的宅子？四弟，要不陪我去认一认？你也知道，三哥我是个闲公子，脑袋里面装的都只是这百真巷那些东西。四弟呀，四弟，跟三哥聊天开心吗？都开心的落泪了。三哥，哎呀，来，好一招借花献佛，世子的缺堵上了，这欠银的差事终于可以结了。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从此以后，修公子再也没有与公子为敌的本钱了。敢问公子，这次验货可算过关？文韬武略，出将入相，医术精湛。我若是拒绝，不就成了天下最蠢的蠢蛋吗？请坐。可是我呢，却偏偏想做那个蠢蛋。是因为他？没想到啊，女人和抱负，公子选择了女人。那你呢？我首先选择像一个人一样活着。只有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，才配拥有女人和抱负。刚才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第一次，小树林为约，她成为我的女人；第二次，月下重逢，你拒她于千里之外。吕北义，我总共给过你3次机会得到你想要的女人，可惜你都选择放弃。所以从今往后，你和洛青莲再无半点关系。这就是我成为幕僚的条件？错，
报复和女人我都不需要选择，因为我都会得到。所以这并不是你成为幕僚的条件。你记着，我会得到它，绝不是因为你放弃。公子是否过于自信了？李北义，你可知道，这世上我最喜欢的词是什么？来日方长。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去等的，无论是女人或是曲梁，而我有的就是耐心。走吧，吕先生。公子，公子，今天又收了好多古董，都是低价，要不我拿来给您看看？卖了。啊？都卖了？是。夫人不进去吗？听说姚夫人也败了。是，姚夫人真是运气差，这正是最得意的时候。你真的认为是运气？洛青莲，我的担心果然没有错。我让你找的人怎么样了？已经找到了，只等夫人亲自调教。很好，需要用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。王爷，老仆已按照王爷的吩咐，将三公子送回的欠银都交到典保署了。典保郑大人说如今曲梁银库充盈，可多年无忧了。曲梁的壮大，便是大漠的希望。平日里，我风光，今天落难，没想到送我的只有你一个。人心本就如此，风光时的虚情假意，又何必当真？没想到，真心待我的只有你。可惜我机关算尽，最终却这个下场。大大，你这个不长眼的，这么简陋的马车也配给夫人坐吗？夫人平时坐什么马车，你难道不清楚？是我吩咐的。今非昔比，规矩如此，姚妹妹不会见怪吗？你别在这儿惺惺作态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穆海妖再试一天，你就是我一天的敌人。本来我也无意做妹妹的好朋友，既然可以做妹妹最恨之人，也未尝不可。最恨的人，你还不配。穆海瑶，你现在已经是庶人，夫人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，什么态度啊？你们热闹也看够了吧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大家都回去吧。我还要在这儿等一等公子。公子不在。什么？公子一大早就走了。怎么了？你没有想到公子连最后一面都不见你吧？不可能，公子会回来的。你现在是王爷容不下的女人，你觉得公子还会待你如初吗？一